物联网正彻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从搭捷运、骑车、开车，到运动、医疗，甚至到科学实验，都嵌入精密的晶片与感测器，不停传送宝贵的资料，让我们了解物件的运作方式及效能，并衍生出新的工作、资讯分享以及互动模式。这是一股非常新又酷的潮流。但究竟物联网能够如何再精进来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本集将带领大家从合欢山、日月潭到成大医院，再从鱼池国中、景美女中，再到台南女中，这个改变的世界更值得我们正视。The next big thing， 物联网。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则在199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自动识别中心的 Kevin Ashton 所提出。根据美国公布的科技趋势报告，最值得关注的20项科技趋势中，排名第一的就是物联网。那么究竟什么是物联网呢？物联网是透过物体上植入各种微型感应晶片，使其智能化，然后借助无线网络连接上网，使物体的资讯得以分享，实现人与物体对话、人和人对话及物体和物体之间的交流，使人们生活中所接触的物体能够自动回报状态，自动与物沟通、与人沟通、与人互动，以及更方便地被人们使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像是我们的手机上网的同时，会与 GPS 全球定位系统连线，随时监测我们的位置。一旦有需要，像是手机遗失的时候，我们只要透过定位资讯，就可以轻易地找回我们的手机。这样简单的动作，其实结合了感测器通讯网络和独立演算的功能，就是一个物联网概念的应用。当然，不只是智慧型手机，在物联网技术成熟之后，我们的随身物品、家中的家电、各种交通工具、城市中的基础建设，会具备感测、通讯、决策的功能。像是物理资讯，如光、热、压力、振动、位置、距离、湿度、加速度等，或是化学资讯，如空气或溶液中的成分。当感测器接收到外界的资讯时，接着要有演算元件能够转换为电子数据，再转换成电磁波，传到网络上供我们使用。随着需求的不同，我们可以设计不同的感测器来达成我们的目的。台湾大学等学术机构合作研究分析发现
1995年至2015年间，我国的肺腺癌发生率明显上升，且高屏区肺腺癌年增加率为北部15倍以上，主要是来自于空气污染。像是空气污染对我们所造成伤害，就可以利用光达感测器连线物联网来侦测。一般我们目前主要的光达应用在这种污染物的量测。第一个主要就是精准的测距，如果这个雷射源跟分子做交互作用的时候，它的距离我们很精准的可以知道它在哪里发生。借由不同的发射源，让这个不同的污染物做吸收，它吸收的多寡可以知道它的浓度。所以说从这一个光达的量测，我们可以知道污染物的位置、污染物的种类。雷射光做成的光学雷达，简称光达，来遥测空气中的污染气体。光达一般仿造雷达，一般我们以前雷达跟我们讲它大概是物体有多大，距离我们有多远。因为光达具备2种特性：第一，它可以精准定位气体污染物。我们利用气体污染物，分子会反射部分雷射光来测量它的方位及距离。雷射光自发射后到反射回来的时间乘以光速，再除以2，就是它的距离。第二，它可以用来感测气体污染物的成分。不同气体污染成分会与不同波长的雷射光产生不同的反应。举个例来说，烟囱正在排放气体污染物，当气体污染物 A 对某一波长的雷射光有较强的吸收，却对另一波长的雷射光有较弱的吸收。另一个气体污染物 B 则对这2种波长的雷射光有不同的反应，它所反射回来的雷射光强度就和污染物 A 有所不同。因此，透过比对分析不同波长雷射光的反射强度的特征，就可以得知气体污染物的种类及浓度。感测器的通讯通常使用的是无线射频辨识技术，英文简写 RFID。因为 RFID 的成本相当低廉，用途很广，所以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RFID 可以简单分为被动式、主动式2种。被动式的 RFID 技术早已普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的特点是不需要内部电源，构造简单、轻巧，价格低廉。像是到便利商店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几乎人手一张的悠游卡。悠游卡就是使用被动式技术。那么没有电源的它是怎么完成工作的呢？我们把一张悠游卡拆开来看，会发现它的构造由2个部分组成。埋在卡片周遭一圈的是一个铜线构成的线圈，而线圈的中央是扮演核心角色的晶片。晶片要完成感应、记录、运算、传输，都一定要有电力供应。它的电力就其实是从阅读器无线传输过来的。当悠游卡接近阅读器时，阅读器会产生磁场变化。透过电磁感应，这个线圈会因为磁场的变化而产生电流，启动晶片，完成工作。被动式的 RFID 原理
让我们能够用简单低廉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物联网的网络。像是车辆上面的 eTag 贴纸就是一个例子。eTag 贴纸是搭配 ETC 电子收费系统的感应器。eTag 的推行让台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速公路全面采用电子收费的国家。电子计程收费路网的总长度达到926公里，是世界第一长。通行量正确率99.9%，也是世界最高。同时，可收费成功率99.97%，也是世界第一。根据统计，全台已经超过94%车辆装有 eTag， 数目超过700万辆。这样的普及率，让我们能够全面做到高速公路无人化收费。而且这些 eTag 还可以作为物联网的重要基础。过去要统计整个高速公路系统的交通状况，是一个繁重且错误极高的复杂工作。每个交流道安排要30个人力记录，每天轮3班。单单是中山高速公路就一共有34个交流道，每一次统计就需要动用到上千人力。但是这么庞大的人力调度所得到的正确率却仅只有30%，而且无法及时取得，可用性非常低。透过这些普遍装设 eTag 的车辆，能够在高速公路上自动统计，省去人力，正确率高达99.8%，而且所得的资料不会延迟，可以随时记录，及时更新。从劳师动众、旷日费时的人力工作，得到的却是粗糙不堪的资料，到全自动化、几乎无需人力的高精准度即时资料，这就是物联网带来的改变。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就透过这些大量的精确资料，来研判高速公路的塞车状况。当预估高速公路负荷过重时，它调整沿路的交流道号志和匝道移控，减少从匝道进入的车辆，控制高速公路的总车辆，避免在高速公路上造成塞车。而在沿路的指示牌上也提供精准的预估时间，让驾驶即使在塞车时依然可以得知路况资讯，做出修正，改为行驶较为流畅的快速道路等，也改善拥塞情形。同时，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将这些数据公开，并制作即时路况 APP， 让民众可以自行避开拥塞路段，缓解高峰压力。这些是台湾透过被动的 RFID 技术，已经很有成效的物联网技术。而主动式的 RFID 技术是标签本身具有电源，让晶片可以自行侦测周围有无对应的装置，并主动对外发送讯号。主动式的感测器通常读取距离较长，同时记忆体的容量较大，可以用在供应链管理、监测商品的物流等。结合了感测、运算、通讯的物联网科技，可以用来监测各种物品，当然更可以随时随地因应各种需求，设计出不同的科技产品，改善我们的生活。在许多物联网科技中，智慧运输是一个相当受到瞩目的领域，而台湾也推出了相当重要的产品。武岭海拔
3275公尺，是台湾公路最高点，也是东南亚公路最高点。即使在这么高山的地方，一样可以物联网连线，提供数据资料。另外，还可以结合太阳能板发电，建置换电站，让 Gogoro 具有绿能环保的精神。在2015年 ，Gogoro 推出了第一款 Smart Scooter， 到今天，它已经成为全台湾市占率超过80%的电动机车。同时也是国内第4大机车品牌。安静、零排放、高效率，像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台湾400个换电站之一。Smart Scooter 如何跟物联网连上呢？ Smart Scooter 全车一共有80个感测器，车身内有30个感应器，2颗电池内各有25个。随时记录车子的各种状况，这些数据每10分钟就会定时上传一次，进行各种分析。完成后，会将即时的车速状况、行驶记录以及能源效率和节约碳量等资讯传到使用者的手机 APP， 让使用者可以调整最环保的驾驶方式。如果行驶中有发生意外或是危险驾驶，造成车身的擦撞或倾斜，全都会透过电池侦测，并且保存资料，确保安全性。80个感测器随时联网的 Gogoro， 就是一个能够不时跟总部和使用者对话、交换各种资讯的智慧载具。谈完智慧载具后，接下来要谈的是改变生活的智慧手环。为了知道智慧手环的效果，我们特地与台南女中合作。年轻学生透过物联网科技，在运动、睡眠、学习和生活模式上都可以有显著的提升。我背后的台南女中的学生，他们一边运动，一边透过手上的智慧手环，将数据及脚步传输到云端，再由后台进行数学演算和分析。这是台湾自主研发的智慧手环，里面有3轴加速度感测器晶片，能够量测物体的移动。当装置在手环当中时，就可以记录我们的运动状况，再搭配记忆单元晶片和实时时钟 RTC， 能够搜集一整天的运动量。
这些资讯透过蓝牙通讯模组传导到手机 APP 中，再传输到云端进行分析，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效辅助我们健康的运动手环。这群每天走路上学的台南女中学生，她们一边走一边透过身上的穿戴式装置智慧手环，计算自己的脚步、运动的资料，经过无线传输连线到云端，在后台进行数据演算和分析，再比较不同年龄、体重、性别的生理资料，可以知道每个人今天的运动量和热量的摄取量是不是符合每天的标准。我们做了将近3年的时间在教育现场观察这些高中生，尤其是女校的学生。那女校的学生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要挑选？因为他们不爱运动，然后再加上考试，所以呢都会把这个体育课挪去做这个升学的一些重要课程的一些补修。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在高中生的这个选择上面，第一个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让使用者理解日常生活作息的一个重要性，因为这跟后续的慢性疾病的影响息息相关。那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如果能够把良好的健康习惯养成，然后对于这些数据的理解也养成习惯定期去了解，那这个呢，其实后续呢，在相关的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就能够大幅的降低。那第三个当然也要把这个所谓的升学造成他这个运动时间降低，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能够透过数据的反馈，然后呢，还有包括感测器的协助，能够在他一些平常短暂的时间能够增加活动量。比如说像北部的学生，他们习惯搭捷运，那我们的计划实施之后呢，让学生他们自主性的提前1站下车。那因为呢，其实他透过提前1站下车，能够增加自己的这个活动量，那这个呢，也是一种间接能够产生使用者改变生活形态的一种方法。其实我们在讲这个穿戴装置其实重点它就是一个数据产生器英文叫做 data generator 那数据产生器实际上呢，它是针对特定目的比如我们希望量测它的活动，比如我们希望它的量测它的睡眠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些生理讯号。那这些生理讯号其实背后透过演算法的分析，就能够产生有意义的数值那这个数值像临床上面其实都已经经过常年研发之后，告诉你这些仪器设备量测出来的数值所代表的临床意义。所以呢，其实在数据产生之后，因为呢每天24小时，可以想象这个数据数量是非常大。那这些数据非常大的情况底下，你一定要有一个大资料储存库能够去做长期的储存跟分析。那这个部分呢，对于我们学术研究来讲相当重要因为呢有了数据之后呢，这个部分怎么样去做储存？那一定要透过云端比较大型的这些资料库伺服器资料库来做一个储存。那储存完之后，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料因为呢这些数据呢，其实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储存。那这个储存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去透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分析这些数据所代表的生活上面的一些作息的意义，或者是未来衍生到临床上面的一些慢性疾病产生的一些原因。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现阶段在穿戴装置其实都已经是有物联网的这个功能其实就是透过蓝牙啦，或者是透过 WiFi直接把这个数据的部分呢，能够做云端的这个资料仓储。那仓储完之后，其实后端都会有一些演算法去针对这些数据的部分详细分析。好神就能够迷失，那热烈里醒来。
为了让智慧手环数据更客观化，我们同时找了北部的学校景美女中参与计划的进行，并且融入跨领域课程之中，就上课、中午休息、运动、跑步、穿戴智慧手环来评估成效。一般来讲哈，就是女孩子比较不爱运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一般大众的迷思，就是女孩子她的科学探究能力，还有她的新兴科技的这些认知比较弱，这样哈，这也是一个迷思啦。那所以呢，我们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的概念，我们就先从女孩子好，然后来培养好她这些就说健康的身体的活动好，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作息，然后呢，我们觉得说把它融入在课程里面是最好，好就是用跨领域的课程去包装，然后呢让学生从不同领域里面去学到怎么样养成生活作息的这个习惯。细节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是跟女校的老师一起合作开发跨领域的课程，例如说，比如说像跟景美女中，我们就有一些健康促进的课程，在这里面就包括体育课，然后还有物理、数学跟资讯课。那在体育的时候，他就会老师就会抛出问题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运动啊？那运动为什么会帮助你学习学得比较好啊？或者是说运动为什么会降低你未来罹患癌症的几率？包括对女孩子来讲就是乳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会在物理课的时候会教她什么是惯性原理。那什么是加速度原理？这是在物理课教的。那加速度原理呢，特别又是说加速度的形成，然后还有它的速度啊，这个都是本来物理就要教的。那数学就会教他一些统计的意义知识，然后图表的解释。他们用自己的数据去解释，所以就动机就会很大的提升。这样，那另外在资讯科技的课程呢，就会教他们怎么样是云端科技啦、穿戴科技啦，好，那还有就说什么叫做大数据。所以他们大家一起佩戴的时候，不只有自己的资料，还有全班的、全校的，好，甚至可以看到全台湾的资料。所以这些大数据的解读、分析，然后怎么样去分析大数据，然后再解读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他们整个跨领域的课程。然后再回来看说，那我到底生活作息跟别人的比较是什么？那我怎么改善？所以我们希望培养的是聪明，然后又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美少女这样子。我觉得跟学生的互动就是很有趣啊，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在发展的时候戴的是比较丑的那个手表哈，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可不可以做得更精致、更精美哈，然后他们就有很多创意的发想，所以这些创意的发想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动力。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他们是把它变成一个科学探究，这些的 idea 就变，比如说他们觉得说可不可以有时间啊？因为我们考试常常要有时间，所以你手环可不可以有时间的记录这样？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时间把它纳入在里面，每次做，然后上课做很久，那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老师上课又教我们说不要坐太久，那是不是久坐2个小时就会有震动？类似这样，很多功能就是学生他的需求端，然后去开发。那我们觉得说，那这样开发的东西很务实，又符合学生的探究精神。后来就符合学生以后，学生拿到就很爱不释手。那我们就反而是很担心，啊，就有的学生一拿到就操场开始跑，有的就老师跟我们讲说一下就跑了10圈，我们就发现他太过度了，这样，所以反而要跟他讲，那为什么学生这么有趣呢？就觉得说它是会动的东西，然后呢可以及时回馈，这在我们教育心理学来讲，就是说他有外在的动机，就是说，他可以马上看到我现在跑几步了，我有没有达标，好，然后呢又跟同学竞赛，我是不是现在领先你，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外在动机。那内在动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课程里面去跟他讲睡眠的重要。活动的重要，所以我们是用教育心理学里面的内在动机跟外在动机去搭配，然后配合社群游戏，把这整个活动带起来。互联网已经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在医疗上究竟做了什么？走，我们一起去成大医院看看。我现在来到9B 病房，今天的工作是做一个1日病人。
赖医师，我们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尤先生从加护病房转到我们这个心脏科病房来？报告主任，目前病人生命真相稳定，症状也都改善了，目前在等心脏超音波的检查。他今天会排心脏超音波的检查 ，OK， 所以今天什么时候会排到超音波呢？心脏超音波安排在今天的下午。所以他的护理症状都还稳定。对，也都有下床活动。我们先看一下他心电图啊，你看这个病患他的心电图就是很标准的一个心肌梗塞的现象，那治疗之后好像比较稳定哈，这是他的 X 光哈，这是一开始的还蛮严重，所以看起来他是可以用这样的治疗，应该慢慢稳定下来这样子。好，那我们去看病患。好。这个我们有让病人多起来活动吗？有，他现在有下床活动，然后呼吸喘的症状也都改善。他既然装着这个方便的心电图机，应该是可以让他多活动哈。这个非常方便病人活动，不会影响到他的行动。OK， 好，我们来看病人。刘先生你好，我是刘主任，这位是赖医师，这位是我们的专科护理师。我们今天来查房，看看你状况怎么样。你很年轻，但是你昨天有心肌梗塞。那现在经过一些手术之后，目前恢复的还可以吗？比较不会喘。所以胸口比较不会痛。对。我们有帮你装了一个心电图，可以看一下吗？所以这个心电图，你这样子在病房里面活动还 OK 吗？所以我们心肌梗塞病患鼓励他起来多活动，所以希望你那个身体能够恢复健康。那下午的话，我们专科护理师有帮你安排一个心脏超音波的检查，看看心脏的功能如何，这样子。那我们明天再来看你。好，谢谢。这是我们成大医院9B病房的智慧白板。从这个智慧白板的协助，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护理人员排班以及他们照顾的病患。譬如说，上面的紫色部分呢，可能病人就需要血液透析。这部分呢，是我们所有的照护的医疗团队。在右边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心导管的手术排程。这个手术排程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每天有很多的病人需要手术，需要开刀，我们必须要知道病人的动态。那我们同时呢，有设计这个病床的总览。从这个病床总览，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病人的状况到底是如何。举例来讲，我们要看病人是不是营养筛检，点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有2个病患可能需要营养筛检，病人可能需要注意跌倒的事情，在我们的白板上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所有需要注意跌倒的病患，所以方便护理人员在调配人力的时候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最后呢，有关于排程的部分，排程的部分是我们病房的重点。所以在这个排程上面，我们可以把病人今天需要做心导管或手术的部分呢，都可以清楚的列出，甚至病人有没有已经报到，病人手术是不是已经完成，都可以动态性的在我们的白板上呈现。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对于我们调配护理人力，还有注意病人的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智慧医疗平台的建立，可以促进医病的整合，病患可以减少等待的时间，减轻医护人员工作负担，更可以减少不必要医疗浪费。刘先生，我刚刚跟你说要看你的心电图，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说，尤先生，这是你的心电图，那你的心电图现在就稳定很多，跟隔壁这一床的病人看起来，你的心电图已经进步很多，这还在心肌梗塞的早期。所以透过这样系统，我们可以让你在活动期间，甚至到比较远端的地方去买东西，我们都可以接受得很好，所以不用担心。那多多做一些复健的动作，对你的心脏是有帮忙的。我们曾经在病房里面找到病人突然间就心跳停止，就是靠这套系统，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会好好的保护你的心脏。云安医疗系统对于高风险的病患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知道，我们心血管疾病呢，事实上是一个高风险的疾病，尤其是在心肌梗塞过后。所以我们透过这套系统，让病人在我们病房里面得到一个监控，病人不管他的行动，不管他休息状态，都可以得到这些资料的收集。未来在我们分析这些高风险猝死的病患，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智慧医疗最精髓的部分。我们未来呢，希望透过这套系统以及我们的白板系统，对于病人有一个智慧化的一个治疗。
那甚至于我们在各种仪器上都希望能够上传到我们的资料库，那配合病人的这个基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彻彻底底的去知道说台湾人的疾病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那未来在医疗的分布上，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投入。这套系统应用的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在老人医院的系统也可以应用上。譬如说，病人从急诊到我们的病房，到老人医院，甚至于居家，未来长照4.0的系统上，这个居家照护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器。病人可以透过云端的系统上传他们资料给我们，我们透过个管的方式，透过这个资料的分析方式，告诉他们你可能要来就医，你可能有危险性。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一个无墙的医院，让我们的医院系统能够渗透到各个地方去，让这些病人得到最完整的照顾。同样的，物联网的应用也会在辽阔的海域。像是在东沙群岛，因为人力和物资都相当不足，虽然这里有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但是要研究探勘受到许多限制。于是科学家打造了一个专门适合东沙环境的无人研究船。这艘无人船同样也是运用物联网，让它可以透过感应器和控制中心，在海上自行进行研究，代替我们探勘这片海域的生态。物联网不仅仅会出现在都会生活当中，对于地处在群山环绕之中的南投偏乡，也可以带来巨大的改变。这里是南投鱼池，因为绝美的日月潭以及傲视全台的顶尖红茶而著名。早在300多年前，清代的文献就曾记载，旧称水沙连的南投就有制造饮用茶叶的记载。而在日本时代殖民政府决定发挥鱼池乡优越的天然条件，这里纬度、高度、日照时长以及丰沛的雨量，与印度的阿萨姆茶区相当接近。于是引进著名的阿萨姆红茶，在鱼池大量栽种，并且设置茶叶的设备，果然带来非常巨大的成功。日月潭红茶不仅在伦敦拍卖会上获得极高的评价，也成为日本上贡天皇、达官贵人间彼此馈赠的高级礼品。台湾茶的制成特别讲究成长时的水量及发酵时的温度与湿度。1999年，经过台湾茶叶改良厂的努力，
将台湾山茶和阿萨姆红茶配种，诞生了艳红芬芳的台湾茶种台茶18号红玉红茶。但茶产业随着进口茶低价劳力的竞争，加上当地产业的老化和人口的外移，鱼池乡近年也走向了没落的道路。我在鱼池的茶园，我身后这些茶树，有着最顶尖、最纤细的口味，但是对于天气的变化极为敏感，尤其在气候变迁之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让智慧农业有机会成为鱼池乡红茶复兴地方再造的契机。过去要依赖大量的人力，细心的照护、观测、采收，造成农家沉重的负担。而如今，开始有业者在台湾的茶叶导入智慧化的管理，与来自以色列全球最大的自动化滴灌设备 NetaFim 合作，用滴灌设备注入茶苗所需的水源与肥料，透过感测器和数据运算，精准算出每株茶树需要的水量和养分。搭配气象站，随时监测茶园间的温湿度、雨量和风速，一遇下雨就停止供水。白天用无人机巡田空拍照上传云端来检测病虫害。夜里在发酵室用感测器控制茶叶的温度与湿度，一切的资讯都在云端更新统整。人力管理也用 APP 打卡上下班，掌握工班进度。透过智慧管理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台湾茶能够维持高品质，同时降低成本，与东南亚的廉价劳力竞争。物联网科技将从各个面向改善我们的生活，对于台湾产业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台湾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尤其是资讯电子、通讯等产业，不管就其产值、出口值、雇用员工人数，乃至研究发展经费，占整体制造业的比重均大幅攀升。台湾的资讯科技对全球的这种竞争来看的话，它非常独特了。它独特就是说，几乎全世界的这资讯产品一半以上是台湾所供应，所以台湾的特色就是你整个硬体我们掌握度非常高，几乎是全世界8-9成以上我们的电脑设备是台湾的掌控。那现在新的一些支电大概到降到5成，可是整个支电的供应链大概有5成以上是掌握在台湾的这些科技业的手中。那因为它是从一个应用连接到我们整个供应链来看，所以硬体我们最强。那硬体所需要的软体的价值，这个也是台湾的一个优势。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台湾在软硬体的这种自动性的整合，是全世界是非常独特的。万物互联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的生活以及整个台湾的产业，我们都必须及早面对，并且加以利用，站上下一波科技革命的浪潮。看见他不自在享受明天，看见世界眼前在没终点。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物联网科技实现了人类的想象力，对未知的好奇，对困境的思考，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一个又一个
崭新世界的大门正为我们开展着。